朝鲜空军即将喜提歼十 A， 战力几何倍数提升。为何提供给朝鲜歼十 A 而不是歼十 C 呢？接装了这批歼十 A 之后，朝鲜空军又会有多大的战力提升？一起来看看详细情况究竟如何。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最近这些日子对于中国先进战机军售外贸项目来说，可谓是好事接二连三。先是歼十战斗机最先进的外贸型号歼十 CE 成功出口巴基斯坦。按照巴方媒体的说法，这批歼十 CE 正处于交付在即的状态。而后又是我空军装备的老歼十 A 战机即将交付朝鲜使用的消息。这前后2次出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出口先进的4代主力战机，这标志着中国打开了先进战机的外贸市场，不得不让人振奋。不过也有人提出疑问，虎哥是如何知道朝鲜即将要装备歼十 A 战斗机的呢？虎哥认为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当前有一部分的朝鲜飞行员正在国内的某航空旅使用双座的歼十 S 进行实训，而且根据美国卫星照片显示，朝鲜的空军基地正在进行扩建，可能是为歼十 A 的到来做好准备，提前准备好基地基础设施。更能实锤歼十 A 即将落户朝鲜的证据是朝鲜官方发布的导弹照片。在朝鲜平壤地区举办的第1届朝鲜武器防务展中，根据朝鲜官方公布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空军现役的 PL-10 和 PL-12 空空导弹在展台赫然亮相。这2种导弹都是歼十 A 的主力武器，因此咱们就坐等朝鲜的歼十 A 到货吧。不得不说，因为我空军近几年的快速发展，才有朝鲜空军捡漏的机会。歼十 A 作为歼十系列战斗机的开山之作，是2000至2010年代我空军的主力战斗机之一。问世之初，凭借着强大的机动能力和空战能力，一直是空军部队抢手的香饽饽。但是因为后续空军快速发展，我们在歼十 A 的基础上研制更加先进的歼十 C。歼十 C 在一些机体结构上采用了低可探测性处理，减少了 RCS 面积，并且采用了新型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和 PL-15 空空导弹。歼十 A 与之相比就显得非常落后了。歼十 A 不仅不具备对地对海的攻击能力，甚至因为早期系统的限制，无法装备空军最强的 PL-15 空空导弹。老将歼十 A 相对于空军目前的快速发展来说，确实有点格格不入，而受制于歼十 A 机体结构和寿命的限制，将它强行改装为歼十 C 又着实不划算。但是从2000年代到现在，歼十 A 已经生产了200架，服役年限也不过是9到15年。可以说飞机的寿命年限至少还有20多年。这么多飞机早早办退役也是一种变相的浪费，因此将其提供给朝鲜不失为一种合适的选择。目前朝鲜空军的技术水平仅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拥有的米格29战斗机、苏25攻击机也是那个时候的产物。这些飞机性能已经严重的落后周边国家的战斗机了。朝鲜空军的现代化飞行训练也因为技术水平的限制严重脱节了。如果我们提供更为先进的歼十 C、歼16等战斗机，这种高新技术的现代化战机对于朝鲜飞行员来说，相当于让小学生学习大学课程，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歼十 A 这种技术虽然先进，但是在体系上和技术上不至于完全和朝鲜空军脱节的战斗机，才是朝鲜目前的最佳选择。当然，即便是歼十 A 战斗机，对于朝鲜空军来讲，完全是鸟枪换炮。一旦大规模列装歼十 A 战斗机，其战力将突飞猛进，翻倍跃升。毕竟在人民空军的歼十 A 再怎么老旧，它也是不折不扣的4代战斗机，比朝鲜装备的米格29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而且歼十 A 具有完整的超视距空战能力和事态感知能力，可以搭载 PL-12 中程超视距空空导弹。这种导弹最大的射程在80至100千米之间，
将成为朝鲜空军最强力的杀手锏。这样面对韩国空军，朝鲜空军不再处于长时间被韩国空军吊打的状态了。和韩国装备的大量早期 F-16 战斗机也可以打得有来有回，因此老歼十也算是在朝鲜物尽其用了。另一方面，这事儿肯定会遭到美国的指责，因为朝鲜一直被美国人及其小弟持续的制裁，美国势必会出来多管闲事。毕竟之前美国就一直声称中国在向朝鲜提供新式导弹技术，但是美方嘴炮打了半天也没有拿出实质性的证据。不过我们也没有必要担心这个，反倒是美国打破朝韩平衡，向韩国提供先进的 F-35 战斗机，而且还向台湾出售大量海陆空三军武器在先。因此我们向法律意义上的盟友国家提供歼十 A 战斗机当然也没什么大不了的。